BN 向 Bybit 转 USDT， 或者 Bybit 向 BN 转 USDT， 用什么链手续费比较低，甚至是零手续费呢？如果转账的时候选错了链，最终没有收到 U， 还能找回来吗？答案是基本不能找回来。为什么是基本不能呢？视频最后会给出答案。大家好，我是信之。开始之前呢，先明确2个问题。第一，转账网络，也就是链，不管你用什么交易所或者冷钱包相互转账，都要和接收方的币种和链保持一致。例如，转出的币种 USDT 用的 BEP20 链，接收也要用币种 USDT 的 BEP20 链。链怎么理解呢？其实就像我们吃早餐买东西时扫的2维码一样，别人如果贴的是微信的收款码，那就是用微信扫码；如果是支付宝，你就用支付宝扫码。这里的微信、支付宝就是转账网络，也就是链。如果有一天微信、支付宝可以支持用美元、日元、台币等币种进行支付了，那么早餐摊的收款码是微信链的美元币种收款码，这时候你就要用微信支付网络链扫码支付美元这个币种。当然，在中心化的支付系统，码不对是不能付款的，但是在去中心化的 Web3 世界，哪怕地址是错的，你依然能够付款。最终的结果就是这笔钱石沉大海，再也找不回来了。弄明白链和币种的关系之后，我们开始转账。左侧是币安交易所转出 USDT 到右侧的 Bybit 交易所。先打开币安，点击右下角的资产，然后点转出，底部弹出的页面选链上提现，币种选择 USDT， 转账网络一栏点选择主网，也就是链。币安交易所转出支持的链呢有很多，但是最上面 BSC BEP20 链手续费是0，最小转出的金额呢是10U， 到账时间大概是1分钟。选择用 BSC BEP20 链进行转账。接着打开 Bybit， 右下角资产点开，选中间大大的充值按钮，选最上面的存入加密货币，币种选择我们要转的币种 USDT。 还记得我们在币安选择的是什么链吗？对，没错，就是 BSC BEP20。 这里 Bybit 给我们了一个提示，代币的名称是 USDT， 链名称是 BSC BEP20， 最低充值限额是 0.005U， 也就是我们最少要充值这么多 U。 复制钱包的地址，回到币安 APP， 网络链选择对应的第一个 BSC BEP20， 把 Bybit 地址复制到币安。金额这里币安转出金额最低是10U。 这里就有一个安全的小技巧，如果你是新手，不知道自己选择的是否正确，先转过去，最低的限额就是 10U， 等这10U 正确的到账之后呢，再进行大额的转账。俗话说小心驶得万年船嘛。币安在到账数量下面可以看到本次转账的手续费是多少钱，这里显示的是0U， 也就是没有手续费的。再次核对一下转账币种和转账的网络链金额，等确认无误之后呢，点提现，大概1分钟之后，这笔转账就会到达 Bybit 交易所。Bybit 转 U 到币安，打开 Bybit 交易所 APP， 右下角资产点开，选择资金，选择提现，币种选择 USDT， 弹出的对话框选链上提币，先点开所属网络。 Bybit 支持的链呢有很多，但是手续费有高有低。这里 Aptos 手续费是0，先选择这个链。我们去币安看一下是否支持接收 Aptos 链的转账。打开币安之后，来到资产页面，点大大的添加资金的按钮，选链上充值。充值货币要和转出的货币一样 USDT。 在网络链里面有 Aptos， 简称是 APT，
最低转进金额是0点好多个01，预估时间是大概1分钟。选择 Aptos， 币安弹出的对话框说，请确认是通过 Aptos 网络充值的 USDT， 合约地址后缀是 9DC2B。 由此可见，可能有很多人转错了链，要不币安不会让程序员加上这个提醒。没问题之后点确认，复制币安的充值地址，来到 Bybit， 把币安的 Aptos 提币地址粘贴到地址栏，所属网络看一遍是 Aptos， 金额这里建议先转1U 或者 0.1U 进行转账的测试，等这笔转账1分钟到账之后，确确实实到达了币安了，再进行大额的转账。这里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安全转账的习惯。最后回答一下开头的问题，如果转账链或者币种转错之后 U 是否还能找回来？这是我针对这个问题咨询币安客服给的结果。首先我们先肯定一下这个回答很好，流程很标准。第一个需要我提供的是交易的嘻哈，第二个是网络名称，也就是链的名称，三需要提供的是币种名称以及转账的数目。但是我并没有转错的素材，所以针对这个问题呢，我问了狗可，回答很长啊。总结一下，找回的概率极低，起步500U 的人工手续费。然后最后呢，狗可给出的提示是，在加密世界，双重的认证是铁律，就算找不回来，可视为学习成本。这里回答的很好，不为已经发生的错误继续投入注意力，果断总结经验教训之后开始新的任务。这可能就是马斯克第一性原理的精髓吧。感谢你看到这里，如果有问题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讨论。最后的最后，如果你没有注册过这2个交易所，视频的描述区有我的邀请注册链接，如果使用我的邀请码，你可以获得交易手续费的返佣，我也可以因此呢获得一些推广的佣金。万分感谢你对我的支持。